我叫常月，大城市打工的牛马。年近30，未婚妻嫌我没本事和别人跑路，丢了工作的我只能回老家休养生息。月啊，咱们家世代守着这座山，这次祭祀可得让山神好好保佑你的婚事。行，让山神保佑我娶个大美妞回家。行了，我先上去，你回去吧。叔，我靠！大白天我是撞鬼了吗？山为骨，木为脉，世代守山者，今成无畏，为山神。等一下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山神的力量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之中的脱胎换骨。这座山好像随我游玩啊！看来山神让我可以在山间肆意跳跃，就是不知道还能干什么。看来现在我的能力可以给3米内的植物注入生命力，真是大丰收啊！把这些全部带走，少说也能卖个几百块，那我还上什么班啊？靠这个年入100万不是梦。你这孩子怎么一声不吭买这么多东西？得花多少钱啊？婶儿，没花钱，山上摘的，给您补身子。这黄芪的品相，纯野生的，这真是你摘的？你去哪儿摘的？就在后山上，而且这品相我也卖不到呀。可是这也太多了，婶儿知道你有心，可这么珍贵的东西，谁舍得吃啊？这些要是拿到市场去卖，一斤少说大几千。大几千？对，至少大几千。那还说啥？快背去集上卖。行，咱可得快点儿，这个点儿集市都快散了。新鲜的蔬菜嘞，便宜又好吃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叔，咱不去找买家吗？就这么干等，万一没人来怎么办？你放心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咱们的好货不能贱卖，得等人来瞧。这不是长月吗？怎么摆上地摊了？哦，我忘了，你现在没工作，只能摆地摊。
不会是失恋得了失心疯吧？不买就滚远点。你现在还要在我面前强撑吗？我知道你还喜欢我，可是你总不能阻止我奔向更好的人吧？大白天的少做梦了，我还喜欢你。你会喜欢一坨被狗撒过尿的口香糖吗？你说什么？好了，就别在我面前装了，咱们好歹是同村的。你要是真活不下去，完全可以找我。我现在是大公司的项目主稳，给你安排个保洁、保安的活，还是一句话的事儿。我没有吃别人剩饭的习惯，你的好意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长月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可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还端什么架子呢？宇航是好心帮你，你别这么不识好歹。我家小月轮不到你们指指点点，不想买就走，别在这儿挡着我们做生意。叔，您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也是好心，怕长月一直这么消沉下去，毁了自己。哼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不就是点破草药吗？我买了。远航，你别生气，这些东西就算买回去也没什么用呀。就你好心，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，但是看在丽丽的面子上，我买了。真是感天动地的一对有情人。要不要我把你们俩背着我暗通存聚、狼狈为奸的爱情事故事也跟大伙好好讲讲？长月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可感情的事不能勉强。我只是选择了我想要的生活，这不叫错。我一直把你当亲人，不想看你自甘堕落。你别再这么偏激了，好不好？是你自己没本事留不住人，只能怪你是个废物。我和丽丽就要结婚了，你要是空闲就来看看，毕竟这辈子你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去这么高档的地方了。不用了，我没空去。还有，把你的臭钱捡起来，我的东西不卖你。不卖我，你还能卖给谁？这市面上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的破烂？别给脸不要脸！年轻人说话还是不要太过火。我们这药材，你这点钱还不够买的。这是什么？不一般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居然是野生黄芪，这种品相我至少5年没见过了。野生黄芪，您别是看走眼了吧？我做了20多年药材生意，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小伙子，这些我都要了，2000一斤行不？2000一斤，这黄芪可少说有20。2000你也好意思开口？这个至少有20多的年份，还是纯野生的，我出3000，8万我全要，以后有的都给我行，以后有的都给我行。怎么，还买吗？哼，谁稀罕买这些东西啊？我们是不想跟你一般见识。谁出价最高来着？我卖给我吧。这潮牌号好像是齐宇飞那个100亿的10毫千金。齐宇飞真的是鼎盛的总裁齐宇飞啊！身家100亿的10毫千金啊！他怎么来了？不会是要和我们抢这些东西吧？要是他和我们抢，我们可抢不过呀！这些黄芪我要了。这品相倒真是不错，年份久远，不过野不野生的我就看不出来了。您放心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去深山里采摘的，保证纯野生。您看，这上面的纹路是只有深山的光照才能形成的，肯定是野生的，哪有人会花20年的时间种这个？太耗费精力了。没错没错，这纹路我也就见过几回，养殖的可没有。行，这些我全要了，20万打包。以后还有这种品质的药材，直接联系我。爽快，这些我给您装好。这树莓我送您1兜子尝尝鲜。这女人来头不小啊，我可得把握好赚钱的机会。这莓果要是卖去做青石，也能小赚一笔。这些我500包圆了，1000我少赚点，在你面前卖点好。1000成交。
以后有好东西会想着你们的。这一下午比咱家1年都多，小子，你算是掏着了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别说是这些，说不准还能弄到更大的货。叔，以后我就专门干这个了。这一次是运气，不是次次都有的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这样的事情不是运气，是平常。看来我还得找时间好好练练这山神的能力，看看会有什么突破。詹姆斯，有个好消息，养生项目需要的野生药材我已经买到，很快就能做出样品。项目开始前，你的资金可要到位啊。哦，要是真的，那么你的项目我注资10个亿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过几天鼎商会举办一个投资会，到时候您会看到完整的计划书。近些年药材市场行情低迷，人工养殖的药材药效大打折扣，没想到这次运气好，收来了这批极品野生药材。这莓果怎么感觉比我在波兰吃的品质更好？它到底是什么背景？喂，哪位？我是秦雨飞。这么快联系我，难道是药材出问题了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你现在手上还有别的野生药材吗？感情是又要货的。你想要什么药材？稀有的，年份越久的越好。当然了，数量越多越好。补血不气、赔本固元的药材最好。这小妮子还真是什么都敢想，不过也不是弄不到。行，我试试。不过你说的这些东西价格可不低啊。你放心，我的价格一定会让你满意。看来我还得去山里试试身手。风吹山西，看来在山里，这风听我召唤，不过范围也只在这座山里。看来我的异能在不断提高，这次的药材不仅种类多了，生长的范围也变广。这些东西是不错，但是这些东西和稀有还差得远呢。这是天山雪莲。看来打坐修炼果然是有效果的，居然还是七彩的，这品相足以登上嘉士比的拍卖会了。不过现在雪莲还是未完全盛开，还不是顶级状态，看来我还得助它一臂之力。看来我的能力和这雪莲互为补剂，这雪莲盛开之后，我的能力更上一层楼。不知道这株雪莲入不入得了秦总的眼？我花大价钱找新的咨询公司，就给出这样的方案，这些钱我还不如往海里扔，至少还能听个响。这是七彩天山雪莲，如果这株雪莲能摆在集团大厅展出，足以向合作商彰显我们集团的底蕴和实力。这个长月真是够厉害的，连这个都能搞到手。
这些应该够了吧？还是再弄点稀罕货，不然就天山雪莲一朵，噱头是够了，但是药力却不强。可是这雪莲已经是我用尽功力才长出来的了。这是，好像是人参的动静。跑得倒挺快，我看你能跑哪儿去？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刚才不是挺能跑的吗？这人参应该是吸取了我的生命力，才有成精的迹象。不过看样子灵智还未开。山体怎么会突然开裂？这琥珀中竟然蕴含更高一阶的山神之力！喂，秦总，这么快就想我了？长月，你在哪儿？我要现在就见到你。见我？秦总，你这不会是对我芳心暗许了吧？呸呸呸！谁是要见你？我是要见那株七彩天山雪莲。行，你要见就来，我给你发位置。我马上到。该死的，这长月究竟在哪儿？也不下山接我。你怎么来的？小心，别被咬到了，只是点小蛇，我把它放生就好了。你为什么不在山下等我？我差点就被咬伤了。我怎么知道您一个身家100亿的集团千金会亲自上山收货？我以为你会派一堆黑衣保镖来取货呢。那可不行，这批药材事关重大，我必须要亲眼看到，不然怕我用假照骗你啊？说正经的呢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这人虽然看起来不着调，但是有时候还挺靠谱的。本来以为有一桌天山雪莲就已经够震撼的了，没想到你还弄到了这么多野生药材。这是千年人参，自己跳进我筐里的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琥珀？这块琥珀你不能动。为什么？这块琥珀镶嵌在山里，要是用强取下来，山体会崩。况且这块琥珀上的能量我还没有吸收，怎么会让你拿走琥珀？现在已经有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在，你的投资会噱头也足够了。那也是，这些东西你说个价吧，你想卖多少钱？我不卖。什么意思？你不卖？听我说完，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的价值很高，我想放在你的投资会上竞拍，剩下的药材价钱你看着给，但是人参和雪莲拍卖的收益需要7、3成，你3我7。4、6分，投资会是我来安排，平台也是我提供，没有我你卖不出去。
看在你长得漂亮的份上，我勉强同意。是吗？那看在我这么漂亮的份上，55分也可以吗？可以。把这些药材搬上车，小心点儿。白芷的根须不能断，人参不能磕碰，谁要是弄坏了，明天就别再出现了。野生白芷1000一斤，12斤3两，12300；本兰根500一斤，30斤整，15000；白术800一斤，8斤6两，6880；金银花600一斤，15斤2两，9120，合计689800。雪莲和人参，我给你300万定金。投资会就在1星期后，你记得来。我会在会上介绍你是鼎盛的药材合作商。好。就这2次买卖，我账户上已经有300多万，这路子来钱也真是太快了。原来你是想要我保护这座山的生灵吗？我答应你。那山怎么绿了？你眼花了吧？那山荒了20年了，这绿了。看来我的能力已经突飞猛进了。众山为臣，听我号令，万山归服。投资会的请柬已经送到，注意查收。长月，你真的来了！既然来，就进来喝一杯我们的喜酒吧。来都来了，现在又想临阵脱逃啊？哟，挺舍得下本的，还租一辆豪车来充面子，以为丽丽会跟你回去？滚远点！今天你们大婚，我给你留点面子。我需要你给我留面子？你是什么东西？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？远航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长远，我知道你还是放不下我，但是我都已经和远航结婚了。你看，这是远航给我买的海瑞温斯顿，你呢？你什么都给不了我。行，那就祝你拜年快乐，赶紧让开。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为什么还是这副样子？谁说我是来参加你们婚礼的？你手里还拿着我们婚礼的请柬呢，真没想到你会捡起来，真是一点脸皮都不要了。再说你不是来参加我们婚礼的，难道是准备去鼎盛的投资会吗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给鼎盛扫地都不要你。远航，你别这么凶，他也是放不下我。别演了，再演的话，我就要去你们的婚礼现场讲你们的偷情故事了。长月，你别给脸不要，
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乱说什么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听到了就赶紧滚！亲爱的，不介绍一下吗？秦宇飞，鼎盛的总裁，你怎么会和长月有关系？长月现在是我的男朋友，有了我，你觉得他还会对你念念不忘吗？长月现在是我的男朋友，有了我，你觉得他还会对你念念不忘吗？秦总，您是不是被他骗了？这个长月他在村里就是个无业流民，怎么能攀上您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我面前说他？我和我男朋友的事情还轮不到别人来智慧，滚出去，别让我在江城见到你们。各位来宾，感谢大家今晚莅临。在拍卖开始之前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人，长月，鼎盛最重要的药材合作伙伴。今晚拍卖的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全部是出自他之手。下面有请长月先生为大家揭幕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天山雪莲！七彩的，我只在书上见过。我出500万，600万，600万，800万，800万，850万，800万。等一下，我是詹姆斯，鼎盛的投资人。在大家竞拍之前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长月先生。长月先生，你说这些药材是野生的，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更像是人工培育的。长月先生，你说这些药材是野生的，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更像是人工培育的。他要干什么？看来你们还是不懂这场投资会的意义。既然你们不会炒作，那就让我帮你们一把吧。长月先生，你不说话是默认了吗？詹姆斯先生，你见过海拔3000米以上的野生雪莲吗？天山雪莲的生长环境，海拔3000米以上，昼夜温差40度，一年只有2个月的生长期。人工肥育哪里的温室能模拟这种环境？你看这花瓣的纹路，野生雪莲的花瓣纹路是纵向的，因为要抵抗强风；人工培育的是横向的。真的是纵向的。长月先生果然有见识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这批药材确实是野生的。那我们继续竞拍，900万、1000万、1200万、1200万、1500万、1500万、200万、1800万、2000万、2000万，就算这个很稀有，可是2000万还是虚高了。2000万，詹姆斯先生出价20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2000万一次，2000万2次，3000万。那是谁？没见过。那是江致远，江家的现任家主。江家是整个龙国底蕴最深的老钱家族。这位先生，你卡在落锤之前喊价是什么意思？故意和我作对吗？拍卖场上价高者得。3500万。
4000万。这位先生，你懂不懂待客之道？我是鼎盛请来的客人，如果你出不起价钱，可以放弃这株天山雪莲。5000万，这株天山雪莲，我势在必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点天灯，点天灯，我听说那是老派拍卖行的规矩。这人有来头啊！ 5000万，我的预算最高只有5000万。点天灯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哎，不知道，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。那个穿中山装的到底是什么人？能让外国人吃丑的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点天灯的意思是，不管别人出多少，他都会加价，这是江家的作风。 这株雪莲卖给江家，会不会对鼎盛有影响？没想到长月居然还挺在意我。不会，我需要的只是资金，无论是谁拍下，鼎盛都能拿到足够的钱启动项目。江先生，你一定要跟我争！ 我说了，我只要那株雪莲。先生，我们这次的预算最高只有500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江先生，这株雪莲5000万的价格已经是虚高了。 您何必6000万？这株雪莲的归属，我能做主吗？当然，这是你的东西。两位，听我说一句，长月先生，我是先来的，按规矩应该有个先来后到。如果这位江先生要点天灯，我也可以返点。我的资金在香港，随时可以调过来。两位，听我说一句，长月先生，你说这株雪莲你打算卖给谁？长月先生，我也想知道你的决定。两位都是为了这株雪莲来的，但在出价之前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：两位为什么需要天山雪莲？家母病重，医生说需要一味药引。
天山雪莲是唯一的希望。不好，中国人最讲究孝道，这样下去，我要拿不到雪莲了。长月先生，我远渡重洋而来，只为这一株雪莲。中国有句古话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我这份诚意还不够吗？这小子难道另有打算？詹姆斯先生，这株雪莲归你了。搞什么鬼？咱们的东西凭什么卖给外国人？江先生出价更高，你不卖，你卖给洋人，脑子进水了吧？嘿，真他婶儿，丢人现眼！从来没有的东西。各位，买卖自由，和气生财。喂，庄山，带起来。长月先生，回头见。长月，你为什么要把雪莲给詹姆斯？长月，你为什么？因为天山雪莲不止一株。不止一株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不可能，天山雪莲百年难遇，他上哪弄第二株？吹牛的吧？为了不被骂醉，连这种谎话都说得出手。长月先生，你知道一株雪莲要生长多久才能开花吗？你年轻气盛可以理解，但为了面子说大话没必要。长月先生，你说的是真的？7天之后，你们自己来看，我从不说谎。要真有第二株，那我花5000万买的独一无二，根本就是个笑话，集团会因此对我失去信心的。长月，饭可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7天之后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这小子不像在吹牛。行，我倒要看看，7天后你拿什么出来？长月，为什么在江家和詹姆斯之间，你要选择把花卖给詹姆斯？
宁可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。我如果卖给了江家，难保詹姆斯不会对鼎盛做出什么事儿。可是你今天当众宣布有第二朵雪莲的消息，詹姆斯恐怕已经对你……我知道，可是他的恶意是对我一个人，不是对鼎盛。再说了，詹姆是你请来的，我怎么能拆你的台？你刚才可是亲口说了，我是你男朋友。我就是看不惯那两个人，随口一说。哼，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毕竟你还没爱上我。说正事。另一株雪莲，真有。我发誓，真有。行，我信你。须查，我倒要知道长月到底是什么来头。是。这里是哪儿？你们不需要知道。等会儿我们 boss 问什么，你们答什么，不可以有任何的隐瞒。是我们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们认识长月？认识，我们以前一个村的。把所有你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全部告诉我。长月，难道是那小子惹上什么大人物了？他以前在大城市里当程序员，后来被大厂优化，就回家摆摊了。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居然和鼎盛的秦总排上了关系。都不知道长月和眼前的人关系是好是坏就敢瞎说。不知道您和长月是什么关系？你还不配知道这些。正好看他们的样子，对长月也是积怨已久。我的人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还不如……只要你们帮老板看住长月，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告诉我们，这项钱就是你们的。你放心，交给我们。我们早看他不顺眼了，我们愿意，愿意。人呢？明明看他往这边来了。邪门了，走来走去都是原地。我们不会是遇上什么东西了吧？别瞎说。
不行，如果雪莲我就这样拿出来，詹姆斯起义怎么办？成了。你不可能，这破山寸草不生，除非这雪莲是你自己种出来的。你站住！我发现了你的秘密，这些东西根本不是野生的，是你种出来的。你去告诉别人啊，看有没有人信你。长月现在有了这门技术，以后的前途肯定不可限量。不行，我得抓住这次机会。长月，你好厉害啊！这么大的雪莲都能种出来。你这个贱人！你打我！你凭什么打我？你这个窝囊废！他现在手里有金色雪莲，秦宇飞现在是他女朋友，你以为自己还能攀上他吗？长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求得你的原谅。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滚开！给我站住！你放开我！长月，我是被他骗了，他花言巧语哄我，我一时糊涂。你被我骗，你当初不是自己贴上来的吗？看我有点钱，就甩了长月跟我。你闭嘴！长月，我知道你还爱着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你哪来的自信？你以为我还是那个被你甩了的长月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真的后悔了。你后悔？你是看我有钱了才后悔。我现在和秦宇欢在一起，至于你，我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你说你心里有我，你跟着常瑶阳跑的时候想过我吗？你在市集上当众骂我的时候想过我吗？现在看我有钱了，就想回来了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跟他走？他给你买了个戒指，你就跟他了。我给你的承诺，你转头就忘。你这种人，也配说爱？听见了吗？人家看不上我。长月，我们毕竟是有感情基础的呀，那些事情都过去了。我相信你和秦宇飞不是真的，你们肯定只是因为合作才走得近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别得寸进尺了。我们当时分手的时候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。你怎么会突然被公司开除？常远航又是怎么拿到我的工程文件的？你比谁都清楚。我不是，当时我是……你也一样，从小到大，你什么都跟我比。常正航，你知道嫉妒会让人变得无理。
你以为自己是谁？我要嫉妒你！我告诉你，20年河东，20年河西，以后的日子还不知道呢。撑死了也就是个采药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教我？你以为秦宇飞是什么好相处的人？不过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，吃软饭的。超越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？我不会和不值得的人计较。你们最好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请进。居然真的有第2朵，而且这朵比卖给詹姆斯的那一株还好。你怎么弄出来的？还是先把我的能力藏一下，知道的人越多越麻烦。不重要，肯定是合规的途径。太美了，有了它，下一场拍卖会鼎盛的股票一定可以再涨几个点。还有个好消息，以后我可以一直提供雪莲，不过这金色雪莲只此1朵。那当然，这种东西有1朵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。你这么关心我，是不是爱上我了？胡说什么？拍卖的钱已经打到你账户了，3000万，你查收一下。雪莲卖了5000万，分到我手里应该2500万，怎么是3000万？千年人参拍了1000万，你光顾着看雪莲，都忘了人参了。去吧，3000万拿去花。你陪我去。我还有个会，你自己去。又是一个只看不买的穷鬼，浪费时间。小赵，这位客人交给你了。先生您好，想看点什么？衣服，适合我的。好的，先生，您休息一会儿，我马上给您拿过来。先生，这套很适合您。长得帅有什么用？又买不起。这是哪个明星啊？身材真好。先生，还要试别的吗？不用了。果然就是事实。按我身上这套的尺码，男装不同款式拿20套。先生，您说的是20套？怎么，不行？行，我这就给您安排。
先生，小赵他刚来，什么都不懂，我来帮您结账吧。让他来。我说了，让他来。好的，先生，您稍等。先生，小赵他是实习生，笨手笨脚的，我怕他服务不好您，还是我来吧。我干了5年了，什么大客户都接待过。没关系，我时间多，可以等。我就想要他结账。活该，整天踩低捧高，这回踢到铁板了吧？刚才那男的进来的时候，你看他那个嘴脸，连招呼都不打，直接推给实习生。现在好了，人家拿着黑卡，他连碰都碰不着。先生，都办好了。先生您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您想看什么车？最好的车，顶配，刷卡。您稍等，我让我们店长亲自给您介绍。先生您好，我是这里的店长。您想要顶配的车，我们刚好有一台现车，是限量版超跑，全国只有3台。不过这台车属于定制车型，现车的话，现车是什么？是宝马品牌的限量超跑 ，V12 发动机，0-100加速只要2.5秒，就是价格多少钱？落地1200万。行，我现在就要，马上开走。您这边请，贵宾室坐，手续我让人加急办，很快的。先生，您稍坐片刻，我这就去办手续。恭喜长月先生喜提豪车！小月，你在哪儿呢？快来你姑妈儿子研究生升学宴这边，大家都到了，就差你了。哟，长月这架子真是大了，连姑妈的面子都不给了。快来吧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他工作忙，路上堵车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人穷，事儿还多。别生气啊，小月，你知道你姑妈就这样，没什么坏心的，就是爱显摆了一点儿。今天只要咱们说说好话，奉承奉承她，她高兴了，你的工作不就解决了吗？听话，嘴巴甜点儿。好，知道了。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
小月，这车是你的？对，我新买的。小月，你这车哪儿来的？你不会做什么坏事了吧？你老实跟我说。婶子，你放心，我赚了大钱了，光明正大。算了，先进去吧，他们都等急了。一会儿你少说两句，别跟他们杠，知道吗？哟，长月哥来了，来晚了啊！罚酒，罚酒！就是，我们都等你半天了，10杯，10杯！是我的错，我没通知好小月，她工作忙，怪我，喝3杯意思意思就行了，别10杯了。3杯哪够啊？3杯太少了，长月哥又不是不能喝。行了行了，不喝就不喝，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别坏了气氛。我们家小杰这次考上研究生了，985的研究生，全省就招那么几个人，我们家小杰就是其中之一。哎呀，小杰真是出息了，老常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就是，我家那个连本科都费劲儿，比不上。哎呀，小姑也是干色了。哪里，运气好而已，以后还得靠各位叔叔伯伯多关照。长月啊，你在大城市待了好几年，也没混出个名堂。要我说，你就回来吧。回头你堂弟弟毕业了，发达了，让他给你安排个工作，自家弟弟肯定比外面强。谢谢姑妈，堂弟好好读书就行，我的事儿不着急。哼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表哥，我敬你一杯。等我毕业了，要是有好机会，我肯定想着你，不会忘了自家人的。我不喝酒，以茶代酒。你先好好读书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长月啊，不是姑妈说你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能总这么晃荡。要我说，你先在你姑父厂里干着，你姑父厂里还缺个保洁，1个月5、6千，5险1金，总比你闲着强。等你堂弟以后出息了，再让他给你安排更好的。就是年轻人不能眼高手低，先干着，积累经验，以后有机会再换。你姑妈也是为你好，别不识好人心。谢谢姑妈姑父好意，我暂时没想找工作，想先休息一段时间，缓缓再说。小月，你姑妈也是一片好心，你别不找工作，你总不会想在家种地吧？读了这么多年书，回来种地，说出去多丢人！你爸妈的脸往哪搁？你看你堂弟，再看看你。您好，这边可以上菜了。就是啊，长月，你可是咱们村为数不多的大学生，别眼高手低。先干着再说嘛，5、6千也不少了，总比闲着强。
好了好了，人家孩子不愿意，我们也不能勉强，毕竟不是谁都能像我儿子那么聪明厉害的。你们是不知道，这万国酒店的老板都是你堂弟的朋友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堂弟还有这关系？哎呀，那可了得，那可了不得！那可不，上次你堂弟来吃饭，老板亲自出来敬酒，那排面儿。我只是和酒店的一个销售经理吃过一次饭，哪来的老板朋友？但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，我也不能否认。也没我妈说的那么夸张，就是认识而已。那以后咱们家办事儿，可就能来这万国酒店了。打扰一下，外面那辆车是各位中哪一位的？麻烦挪一下，酒店有专门的 VIP 车位。小姐，你那车是不是停得不规矩？快去挪一下。我那辆车就是普通的家用车，也需要挪车吗？就是你堂弟现在有面子，酒店专门给留了车位。麻烦了，黑色的那辆。那是劳斯莱斯的钥匙。这车位是给长月留的。劳斯莱斯得多少钱啊？不知道，反正我一辈子买不起，几百万吧。这车是你买的？买的。买的。这车得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小月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现在真有出息了，婶子真为你高兴。婶儿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现在不是好起来了吗？婶子，你放心就好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小月啊，别跟你姑妈一般见识，她就那个脾气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你现在有出息了，好事儿，好事儿。考上研究生才了不起呢，不就是一辆车吗？小月，你爸妈要是还在，看到你今天这样，不知道多高兴。他们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婶儿，以后你就跟着我享福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
小杰，这是不是酒店要送你的酒？毕竟这地方就你和这家酒店有关系了。不行，我已经丢了面子了，这瓶酒必须是送我的。当然了。长月先生，不知道您今天会来，我该早些来拜访的。这是我们酒店珍藏的红酒，不成敬意，请您一定收下。又是给长月的。我没看错吧？那不是万国酒店的总经理吗？我在电视上见过他。他怎么会对长月这么恭敬？长月不就是个种地的吗？小月，你认识万国酒店的总经理？你认识我？长月先生说笑了，我们酒店是鼎盛集团旗下的，秦总早就吩咐过，您是鼎盛最重要的合作伙伴，让我们务必照顾好您。鼎盛，那个鼎盛集团，正是。天哪，真的是鼎盛集团的合作伙伴，新闻上都写了。天山雪莲拍出了6000万，就是长月的，他哪来的雪莲？小月，你真的出息了，你爸妈在天上看到了，肯定高兴坏了。长月啊，我就说你这孩子从小就有出息，我一看你就不是普通人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一早就知道你肯定不是池中之物。金鳞岂是池中物？一遇风云变化龙。那个，小月有出息了，是好事儿，是好事儿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坐早。表哥，我以前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不懂事儿。没事儿，好好读书，读出来比什么都强。来来来，今天是庆祝小杰考上研究生，大家一起喝一杯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好了好了，谢谢。
表哥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懂事儿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没事儿，好好读书，家里指望你呢。婶儿，我们走吧，不早了。小月，小月，这车真的是你的？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？婶儿不是不相信你，婶儿是怕你走歪路啊。婶儿，我现在是靠卖草药为生的。我之前采到一株天山雪莲，那株天山雪莲在拍卖会上卖了6000万，这车就是用那笔钱买的。小月，你真的出息的，婶儿就是死了也安心了。婶，别胡说，以后你就跟着我，享福就行了。长月先生，恭喜你啊！听说你已经找到第2株雪莲了。我拿到第2株雪莲的事情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詹姆斯先生倒是消息灵通。我来江城当然也是有准备的，废话就不多说了。长月先生，现在我想和你谈笔生意。如果这第2株雪莲也卖给我，我愿意出第1株价格的1.5倍。詹姆斯先生，你已经有1株了，为什么还要第2株？我买的不是雪莲，是独一无二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手里有天山雪莲，这才有价值。如果你再卖给别人，我那1株就不值钱了。那恐怕不行，江家还等着这株雪莲救命。长月先生，我们是商人，商人最重要的是利益。江家和你非亲非故，你何必为了他们得罪我？况且，我听说你这雪莲要是拿去拍卖，还要分给秦总一半。如果你私下卖给我，这些钱都是你自己的，你我双赢，何乐而不为？詹姆斯先生，抱歉，这笔生意我不答应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也劝你不要步步紧逼，这株雪莲上拴着江家的一条命。长月先生，您要知道，我出的价钱一定是他们之间最高的。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如果是觉得价格不够高，我们还可以谈。不用谈了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。长月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有家人吧？他是不是在你身边吧？你应该不希望他出什么事。你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提醒你一下，这世道不太平。哼哼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拒绝我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警告你，别动我的家人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里。
郑四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听说这次是金色雪莲，比上次那个品相还好。真的假的？天山雪莲还能有第二朵？各位来宾，下面有请长月先生为大家展示今天的拍品。天哪，这是金色的，这品后比上次那株还好。比第一株还好，长月，你竟敢耍我！这株金色天山雪莲药力是普通雪莲的10倍，起拍价5000万。詹姆斯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提醒大家，这株雪莲不能交易。什么意思？不能交易？根据《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，天山雪莲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植物，严禁任何形式的买卖。这株雪莲根本没有资格上拍卖台。野生植物保护法确实是合法合规的手段。如果这株雪莲被认定为野生保护植物，那今天的拍卖就彻底泡汤了。野生保护法，这下麻烦了。如果是国家1级保护植物，那确实不能交易，搞不好还要担法律责任。詹姆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说雪莲受国家保护的，那你之前拍的那株算什么？杨先生，稍安勿躁，我们先聊完今天的事情，再说上次鼎盛违规拍卖依法行事而已。雪莲是野生的，那就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植物，严禁任何形式的买卖。如果有异议，可以去法院。詹姆斯先生，你说这株金色雪莲是野生的，你怎么证？天山雪莲只能生长在野外，这是基本常识。海拔3000米以上，昼夜温差40度，人工环境根本无法模拟。我可以拿出多篇学术论文来佐证。是吗？可是这株雪莲是我人工培育的。不可能！你在胡说八道！天山雪莲根本不可能人工培育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做到。你说这是人工培育的，那你就拿出证据来，当场出示，不然你不光是犯了野生植物保护法，还在欺诈众人。雪莲的生长条件极其苛刻，根本不可能被人工培育出来。长月一定是在撒谎。
真的是人工培育的。你看时间戳，一天都不差。连时间戳都有，这造假不了。造假！造假！你肯定造假！你再说话，你是骗子！詹姆斯先生，你是外国人，当然不知道中国的药材是怎么培育的。我根据中国古代药典中的记载，结合现代植物学技术，经过反复试验，终于成功培育出了这株金色雪莲。古籍中记载的温控法、光照法、土壤配比法，都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智慧，传承了上千年。我当时审问周丽丽和常允航的时候，他们说看着常月上了山，3天后他就拿出了雪莲。3天，从播种到开花，怎么可能？就算这株雪莲是你培育的，那你和秦总之前宣传的时候，可从来没有说过是人工培育的。你们这是在虚假宣传，欺骗消费者。詹姆斯先生，请你仔细看清楚，我们鼎盛的宣传材料上，从横幅到请柬到宣传册，从来没有出现过“野生”2个字。好，就算今天的雪莲不是野生的，那你之前卖给我的那朵呢？你当时可是信誓旦旦说那是野生的。卖给您那朵当然是野生，您不是也看过检测报告了吗？您今天既然说了雪莲是野生的，那么您是不是要把它上交呢？不行，我不能失去那朵雪莲，上交绝对不可能。是我搞错了，野生植物并没有完整的保护法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的拍卖会可就要继续了。当然。各位来宾，拍卖继续。1个亿！1个亿！疯了！江家这是下了血本啊！这怎么回事？1个亿，江先生出价1个亿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成交。常月先生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怎么知道詹姆斯会来捣乱？他之前私下给我打过电话，要收购这株雪莲，我没答应，就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提前准备了饰品。常月，这株雪莲真的是你培育的？我不能一直说自己是采药的，不如就说自己是植物学家吧。是的，
我一直在学习中药培育的方法。太好了，我想和你签订新的长期合作协议。可以。江先生，长月先生，我想和你私下见一面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？好。长月先生，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我想以2个亿的年薪聘请您担任江家的首席药材顾问。江家也是做药材起家的，从我的祖父那一辈就开始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在全国有30多个药材基地，但近年来药材品质一直在下降，老本行快守不住了。如果你愿意加入江家，对我们来说是双赢，你的技术加上江家的渠道，互惠互信。江先生，你私下约我是想跳过鼎盛，直接和我合作。鼎盛在江城还算是个1流世家，但在 A 市只是个2流家族，资源有限。江家不一样，我们在全国都有资源、人脉、渠道、资金。我已经是鼎盛的股东了，如果你要合作，可以直接和鼎盛谈，我不可能越过秦总。鼎盛在江城确实有根基，但出了江城就不行了。可是有了长月的技术，鼎盛可就不同往日了。好。江家会注资鼎盛，也希望长月先生不吝啬于药材供给。合作愉快。Boss， 总部那边说雪莲项目的资金全部泡汤了，5000万打了水漂，高层对你很失望。董事会那边已经在讨论您的去留了。那群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的蠢货，他们知道什么？他们种过1株药材吗？他们跑过1天市场吗？总部要求您必须做出一些成绩来弥补，比如拉拢长月为我们集团效力。长月，又是长月！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落到这个田地。长月先生，您在金色雪莲培育上的成就堪称奇迹，整个学术界都在讨论您。我们学院能请到您是我们的荣幸。我们想邀请您来学院做客座教授，每周只需来1次，给学生们讲讲您的实践经验。院长，我只是个普通农民，本科都没读完，学历也不够，我怕误人子弟。实践出真知。您在药材培育上的造诣，比10个博士都强。学生们需要您这样的老师，需要您这样的榜样。好，我答应。长月先生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不应该因为1株雪莲就故意针对您，忘了您才应该是我们大家争相争抢的人才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同时希望您能加入我们集团，条件您随便开，年薪随您定，股权也可以谈。我们集团十分有诚意。没兴趣。那购买您的药材培育技术呢？多少钱都可以，1个亿、2个亿，您开口，我去和上面申请。这是绝密，多少钱我也不会卖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技术只有我来使用，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。那打扰了。
你为什么不趁机教训他一顿？他之前那么嚣张，又是闹事又是砸场子的，他现在求你，明显就是被高层胁迫的，你大可以教训他一顿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让他再蹦跶几天，我会让他连本带利还回来。现在动手，打蛇不死，后患无穷。不识抬举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一个种地的农民，一个被优化的失业青年，也敢给我脸色看？他真以为我是去求他的吗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给我搞到长月培育雪莲的秘密，偷也好，抢也好，我只要结果，我只要结果，知道吗？是，老板，我们一定办好。可是我们……太牛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匠人精神。谁说农民没出息？人家培育出了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。贵了贵了，求大神开课！万、10万、100万！长月先生，我是江城大学中医药学院的院长。您在药材培育上的成就，我们非常敬佩，想邀请您来学院做客座教授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？我并没有什么东西要教给别人。实践出真知，您只需要把您在培育时候的心得教给学生就好，他们需要您这样的老师。好，我答应。常月这小子出息了，咱们村出了个大学教授，还不是运气好，碰上了好时候。小月，婶儿这辈子值了。我不是什么天才，我只是比别人多坚持了一次。我没有什么秘诀，就是死磕，1次不行就10次，10次不行就100次，失败了100次就试101次。只要你认准了一件事儿，就不要怕失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后山，一定要拍到他培育雪莲的过程。邪门了，怎么走来走去都是原地？这山有问题，我们回去吧。小月，咱们身边出了内鬼，鼎盛给我们批的生产线上有人动了手脚，有一批药材出了问题，
人已经被抓住了。谁？仓库主管老刘，他老婆账户上突然多了50万。把证据给我，我来处理。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下次，我一定会报警。长月先生，您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这个人我不认识。你听得懂？既然他非要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该动手了。看来冲着药田来的。怎么了？有人频繁闯我的后山，帮我查一下詹姆斯最近的资金动向。你怀疑是他？除了他，还有谁？确定？确定。詹姆斯从离岸账户调了一大笔钱，折合人民币8000万，已经分批进入江城。查到了，8000万，钱已经进来了。你想怎么做？他既然想玩，我就陪他玩。我们来设个局。好，我来安排。说，谁干的？一伙陌生人冲进药田，把草药全毁了。我不让，他们就动小月，你别去，他们说还会再来。报警了吗？不用，他们冲我来的，我会让他们自己送上门。你们2个留守村子，日夜轮班，另外2个跟我走。是。法律和舆论的事我来处理，你放手去做。骗子，
什么金色雪莲，肯定是偷的。亏我还把他当偶像，恶心！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坐牢。长月先生，校董会决定暂停您的客座教授职务，等事情查清楚再说。理解。启动红色预案，全网舆情监控，所有造谣账号截图存证。法务团队准备好起诉函。江叔叔，詹姆斯动手了，我们需要您帮忙稳住药材行业的供货轨道。放心，我已经打过招呼了。3天，你有把握吗？3天后，我让他们自己打脸。我陪你。今天就是要揭开长月的真面目，让全国人民看看他到底是个天才还是个骗子。都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这块地荒了20年，因为过度开垦，土壤里的微生物全死了，种什么都没用。哼！把东西抬上来。这是我用山上的腐殖质、落叶、草药渣配的生态肥料，没有化肥，没有激素，原理很简单，让土地自己恢复活力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长月先生的培育方法，不是魔术，不是特效，是用最朴素的生态技术，让土地重新活过来。这是草籽，先种草，养地，地养好了再种药。我搞了40年中医药研究，没见过这样种药的。这是真正的天人合一。长月先生的技术不是什么神奇的力量，是他日复一日和这片土地相处，摸透了山的脾气。今天他把技术公开，是为了让更多黄山变绿，让更多村民靠土地致富。詹姆斯先生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搞到长月培育雪莲的秘密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詹姆斯先生，药田已经毁了，人也已经打伤了。造假！这是造假！詹姆斯先生，这是贵公司近3年在龙国的税务记录，偷税漏税金额1.7个亿。这是违规经营的调查文件，一共36项，需要我一条一条念吗？
不说，我全说，是詹姆斯先生花钱让我们毁掉药田，打伤那个老人的。我代表江城大学宣布，恢复长月先生客座教授的职务。长月，我错了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就看在以前的情分上。长月，我不是人，你打我吧，只要你放过我这一次。你们对山神不敬，对自然不敬，跪在这里没用。后山有3年草药需要种，你们去种，不许下山。三年？不愿意，那我换一个地方。愿意，我们去。为什么不送他们坐牢？坐牢只能关注他们的人，关不住他们的心。只有让他们亲手种下草药，才知道敬畏自然。你这个人真的不一样了。以前什么样？你以前就是个被女朋友甩了的倒霉蛋。长月先生、秦小姐，江家愿意全面注资鼎盛5个亿，占股不超过20%，条件只有一个：长月先生成为江家的终身首席顾问。15%，鼎盛保持独立运营，江家不介入日常管理。秦小姐，你真是比你父亲还厉害。我的底气不光来自我自己，也来自他。成交。江家的事搞定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了。看我的。你是鼎盛的底气，也是我的底气。大家加把劲儿！
山上怎么样？好，村民们在学种草养地，小叔在盯着。照这个速度，明年开春就能种第一批药材了。长月，你有没有想过把技术推广到更多地方？想过，但我不能一下子铺太大，一块地一块地来，一个人一个人带，急不得。你就是太稳了。稳一点不好吗？长月先生，我得了重病，医生说治不好了，求求你帮帮我。你打算去吗？不去。他不是我救得了的，他自己的路自己走。那就别去了，有些事不是你的责任。詹姆斯先生，你的病情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接下来的事交给时间吧。我后悔了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，他也不例外。走吧，回去了，明天合作社还有事。授予长月同志国家级中医药传承人称号。长月同志培育的金色雪莲，填补了我国珍稀药材人工培育的空白。他带领村民共同致富，让300多户农户年均增收8万元。他所守护的后山，已被列为国家中医药保护基地。长月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在分今年的头茬药，你看看这品相，比去年还好。好，今年能卖个好价钱。长月，我家今年多包了5亩地，全按你的方法种的。我家也是，明年还想再扩10亩。长月，你那个肥料方子能不能再教教我们？慢慢来，一个个教。你们都学会了，我就不用天天盯着了。